它的航程这个可以达到7000公里，我们折半来算好了，它作战半径少说有3000公里。那第一岛链从日本到中国的本土约大概1000公里冲绳大概是800公里，我们台湾只有200公里，所以说都在它的作战半径打击的范围之内，所以它大可以利用这些外挂的挂点挂这个对地攻击的各型导弹来实施所谓的远距离的阻绝打击，包括对这些设施的基地或者是这个弹药库或者是仓库来实施打击。来自于新华社最新的证实已经讨论的很久的，其实就是被外界称为是空中无人机航母的9天无人机是终于在陕西的蒲城完成了首飞。9天之所以特别备受关注，就是因为它的性能非常的强。等一下会请厉将军来特别带我们看，它采用的是通用平台模组化设计，具备大载重、高升限、宽速域还有短起降等核心的功能，它可以航行时间长达12小时，那么转场航程7000公里，最大的负荷能量达到了6000公斤。最致命，大家最关心的其实就是它有8个的外挂点，可以挂1000公斤级的这种制导炸弹，可以挂的还包括了空对空、空对地、反舰飞弹，甚至巡弋飞弹。对于第一岛链是否规则被重写，厉将军怎么看？空军它这个名称取9天，我认为是从《孙子兵法》里面的一句话来命名的《孙子兵法》有一句话叫做“善攻者动于9天之上，善守者藏于9地之下”。所以它取9天这个名称，可以很明显看得出来，它的任务就是由空中来对地面攻击那空军来讲的话，通常它附有3种作战任务，第一个叫做制空作战，就是对空作战，争取制空权嘛。第二个叫做阻绝作战，我们看到俄乌战争经常看到这个俄罗斯的飞机对深远目标，不管是敌人的弹药库，这个或者是这个后勤设施，或者是能源设施来实施攻击第3个，它的任务叫做密支作战，就是我密切的支援第一线部队，地面的第一线部队来作战。那我认为9天这种无人机来讲，它主要担负任务它大概不是制空为主，它以后面我讲的这2者阻绝跟这个密接支援作战任务为主。好，那依据这个2个任务来讲的话，我们来看它可以具备什么样的任务。第一个来讲的话，我们讲阻绝作战。阻绝作战来讲的话，它如果说以它外挂的这个挂点来讲，可以携带1000公斤的各种的炸弹之外，它可以挂这个空对地的导弹包括到鹰击导弹、PD-12都可以挂得到这种状况之下，它当然它以它的航程这个可以达到7000公里，我们折半来算好了，它作战半径少说有3000公里。那第一岛链从日本到中国的本土约大概1000公里冲绳大概是800公里，我们台湾只有200公里，所以说都在它的作战半径打击的范围之内，所以它大可以利用这些外挂的挂点挂这个对地攻击的各型导弹来实施所谓的远距离的阻绝打击，包括对这些设施的基地或者是这个弹药库或者是仓库来实施打击。那第2个来讲，我们讲密支作战。那我觉得密支作战，那就是我认为密支作战是9天里面最重要一个，它可以赋予它任务，因为它可以携带大量的这种无人机，它的所谓它这个异构蜂巢任务箱所以让大家最感到担心的，它可以携带大量的巡航导弹，就是无人机啦，小型的无人机，我讲的不是大型。那我们在俄乌战场看得到这个小型的无人机其实是很头痛的，因为它的面积、它的体积不大，可是它却是非常精准，就像每一个飞出来，就像是一个这个小型的这种带了一颗炸弹，然后它又异常的精准，可以攻击你，不管小到一个车辆大到一个甚至于一个单兵，它都可以做攻击。可是你要拦截它又很麻烦，你用这个传统的火力去射击来讲，不见得打得到。那你用这个导弹去打它又很浪费 ，CP 值又不高。所以如果说它大量来讲的话，对你攻击，你事实上会造成你很大的伤亡的情形。那这种可是这种小型的无人机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航程受限，因为它不管是用电或者是用这个马达来讲的话，这个或者是用油来讲的话，它的航程受限，所以大概距离可能大概就30-40公里大概跟一个火炮的射程差不多。那现在9天就可以完成这个任务，因为它的作战半径可以到达我们讲3000公里，它大可以用这个飞机飞到很接近的地方，再投放这些小型无人机，可以说是长短相辅这个短的优势跟长的攻击距离，它都可以结合在一起，然后
密切的支援对地面部队。那第三个，我觉得它还可以担任一个任务，就是我们知道，如果说以我们台湾来讲，最担心的，如果说是要登陆作战，大陆来讲，他们最困扰的事情，最大的短板就是后勤支援的问题。那现在来讲，如果这个易购蜂巢的这种任务箱可以装载大量的后勤物资来讲，它只要有一个机场，开放一个机场，夺取一个机场之后，然后譬如说台湾有很多大的机场之外，其实台湾有很多小的机场，它可以譬如说是像这个我们在垦丁那边有一个小机场，像那小机场，它夺取之后，它就可以用这个马上下来啊，带它所需要的，不管是各种的补给品啊，或者是弹药，对第一线部队提供立即的支援。最重要，它是一个无人的架构。但是大家可能会很担心一件事情，就是说，这架飞机这么大哈，你看它翼展到25公尺哦，机长到16.35公尺，这么大一个飞机，那而且它没有什么隐身的涂料、隐身的设计。那在上面来讲，一个涡扇发动机，那是不是很容易遭受到地面的导弹或者是空导弹的射击？我觉得就这一点来讲，它有做好自己防护的任务。譬如说是它可以携带红外线，它可以携带电子干扰舱啊，对你这些导弹来袭的导弹做电子干扰啊，或者是它自己本身也可以携带这个所谓的霹雳12这款射程120公里的导弹，可以做有效的基本的自我防卫的任务。所以这方面来讲，应该我觉得不管对第一岛链日本或者是我们台湾来讲，都是很大威胁的一种武器。好，这个是有关于中国大陆解放军的空优哦。刚刚特别提到的就是这一款在今天最近几天完成试飞的9天无人机。刚刚讲的都是空优，那海上呢有一些事情比较不寻常，我们要特别来做解读，就是因为我们看到这几天有许多包括中国大陆它的演习在日本的周边的海域在行走，那还有包括跟这个中俄之间的他们的这个轰炸机一起来做演习，也是沿着日本的周边。不过到目前为止，有关于海上一直都只是出动，看到的是辽宁号的航母，都没有出现到中国大陆的另外2艘重要的航母，包括了山东号跟福建号。现在也有专家来特别去解读说，会不会他们其实是战略预备队，也就是习近平压着这2艘重要的航母，还有更重要的一些背后盘算。杨老师又怎么解读？首先，我觉得有一个观念上哈，这一次辽宁舰进行的就是远海长航军演，它不是在日本周边海域，它在公海上。你看它的那个航线，它反而是避开了日本在这个区域冲绳群岛的一些岛屿的，就是接近所在。它都是在公海上。那当然，你要进入到第一岛链的以东，你要穿越宫古海峡。那宫古海峡也是公海。那穿越之后呢，还去2次告知日方的照越舰，我们要进行在航母以南，而不是以北，因为以北又比较接近，虽然还是在公海上。所以我觉得，其实在它实际上的任务的演练过程当中啊，还是按照过去的就是它的规则以及国际上的规范，以及国际法跟海洋法的要求。所以日本媒体这边不断说啊，尤其是小泉那个防卫大臣，那在日本周边的海域执行，那对我国的安全造成影响。那这个区域所有的海军都是如此啊。那当然，中俄的就是轰炸机6架加2架的，就是航行，它可以说是沿着日本的，就是冲绳群岛的这个周围，虽然它也是在公海的上空。因此，我是觉得在这一次，大家各国，包含美国，对于甚至这个所谓的雷达照射的问题那没什么太大意见，因为大家都看得懂。刚才张将军讲得很清楚啊，我在这边做演练，你自己跑过来探头过来，我瞪你一眼，警告你一下，也没有打压你，也没有干什么，是你自己这个技术比我差，然后呢，这个武器比我差，那你一定要跑那么近。我瞪你一眼，你跑回去晚上2点钟开记者会哇哇叫，这个太幼稚了啦！我觉得，然后呢，哇哇叫还不够了之后呢，还不准所有的日本的军方的人出来讲话，都是他一个人在讲，大家听不太懂他讲什么。然后呢，这样子还不够，还要找的像是北约啊、美国。这个时候为什么北约、美国会出来？因为中俄的这个飞机的巡航，因为俄罗斯的参与。我觉得北约跟美国对于俄罗斯的军事的动向是更为就是比较警觉
那我再讲到就是山东、福建，他们现在都在三亚港。那你看辽宁舰是12年服役，山东舰是19年，福建号呢是25年，今年。你这一次他派辽宁舰做相关的服役，当然第一个这是演练，第二个也是针对高市讲的台湾有事，某一种程度军事上的一种就是威慑，那不需要再用到其他2个航空母舰。那福建号目前虽然服役，但是舰载机还没有满载呈现过啊，我们在等待它的这个呈现。可是呢，山东舰是自主突破，那福建号你看到它这个技术上的这个就是要进很清楚。辽宁舰从这个1988年的下水，2012年才开始服役，到现在，其实你不能说它老哈，而是说它离现在第2艘、第3艘，甚至第4艘可能会10万吨级的，就是004，都当然已经是前一代的了哈。对。因此，我觉得这一次就足够。那而且目标也不是要去跟日本开战嘛，对，也不是说要去把你打下什么东西。你看，我都锁定你那么久了，30分钟，而且在148公里，如果 NHK 讲的没有错的话，那其实就表示 F-15的这个性能其实比歼15差得很远。你在148就被人家锁定，而 F-15的雷达148公里还侦测不到。那你被锁定之后，我现在讲锁定是我们的假设说法，他讲的是照射。但不管怎么样，其实你距离这么近，然后差别这么大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日本的自卫队的军官们都看懂，只不过是现在日本的国内的这种民粹氛围太严重了。那我觉得这个反而对日本的政治以及日中关系、中日关系都不太好。南华早报有一篇报道指出，中国的浙江大学还有北京理工大学的研究团队，他们11月初呢，在中国系统工程与电子技术这个期刊上呢，发表了一个研究，是探讨如何来压制星链这样的低轨卫星的通讯系统在台湾的运作。那研究指出呢，由于星链采取大量低轨卫星跳频自适应这类的通讯技术，地面干扰的方式呢，其实效果不太好，所以他们经过一个模拟计算呢，解放军有一招分布式的干扰策略，就是部署成百上千个小型且同步的无人机干扰器飞到这个台湾的上空，然后形成一个电子屏障，就可以干扰到星链的连线。那从空中手段来断你的网路，甚至还有海底手段，我们待会来讲。那面对这种切断你通讯的战法，那我们又知道无人机产业现在中国几乎就是全球的一个领头羊，所以这套方式的可行性，如果碰上我们现在台湾国军建制的武器，有办法反对吗？有办法破解吗？张教授，我认为这一个它就是电磁干扰，我认为就是讲一般的话就是盖台，那拿无人机来实施来盖台的这方面的载具，我认为这是单一性的干扰，但是中国大陆在用兵这一方面，它是复合性的干扰，它不见得会用光这个无人机，说这38.5平方公里，它每一架可以这样子，然后横盖到全台湾，我认为它只是一个这个是个分布式的干扰，那打仗的时候它会怎么样？它会不要做广域式全台给你干扰。我重点是有首要区、有次要区，还有一个开放区。开放区我干扰，中央300里干毛什么？那没有人又没有武器又没装备这样的地方，你就不要干扰了。算一算之后精简的，因为我们知道台湾2/3是丘陵山脉，1/3是平地，而且重军集在什么地方，这才什么地方干扰。这是第一的位置。对，所以我认为它将来的时候，就是由全面的压制会走向局部的压制或重点的压制，是走这方面。第二个，我们来看到它的这种复合式的干扰什么？它用软杀跟硬杀同步实施。这个无人机干扰是软杀，对，是。那硬杀直接轰炸、直接摧毁、直接爆破，攻击火箭炮就是啊，或者空对地的巡弋飞弹就把你干掉，就是这样子啊，或者火箭就把你干掉，这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把你这是硬杀，直接破坏了，我才不要去干扰你呢。所以我们讲到这一个有软杀跟硬杀双杀兼施，我们在战场上会用。他不会说只用一个我光用无人机干扰你就好了，我干嘛不用软硬杀双杀呢？一定会，所以战场指挥官一定会有尽诸般手段、诸般装备跟工具摧毁，就是这样。第三个我们知道，它还混合所使用的叫电磁脉冲弹跟石墨炸弹。电磁脉冲弹是冲击波，你的装备都报销。我电磁脉冲弹啊，第二个我石墨炸弹，石墨炸弹让你说电子装备，你只要开机没开机就算了，开机通通给你短路。
短路就不能用啦，烧掉了嘛。所以电磁脉动弹跟石墨炸弹，中国大陆在这一方面，它也达到了一个相当的一个水准。是。那今天打仗，我干嘛要光用无人机专门干扰你的信念 Starlink 就可以了？光靠无人机，它不会只用单一式的干扰、复合式的干扰、重点式的干扰，还有多重手段的干扰，它会走这个路线。所以我们来看它算它拿这个来算的话，我认为只是一个纯学术。对，学术我就是要单一性，我就要排他性，我就单纯化，就拿讲这个来讲，那是这个样子，那是单一，这是单一是学术性，但是真正在战场上，又是我刚刚讲复合性的，是复合性的。所以我看中国大陆学术是单一性，战场使用绝对是复合性。我刚刚所讲的这些手段，它会通盘的综合运用来达到它掌握制电磁权的。这方面的这个战术嘛，有制电磁权了，你其他的武器不是被干扰掉，就是我们讲的不是被失效，你的性能整个衰退，所以在战场上所能够发挥的这种战力跟效果就相对的受限。所以中国大陆在这一方面，我想他现在会从科研跟实用交相并进。是。好，另外一方面还有美国的智库呢，他们现在也做出警告说，2024年中国订购了100万架的小型单向攻击无人机，交付的日期已经非常接近了。那2025年，美国反制无人机的技术支持啊，虽然达到了74亿的美元，但是大多是用这种成本高昂的动能武器来做应对，你单次的发射成本就远高于摧毁无人机的量了，所以就陷入一个不对称作战的一个僵局里面。美国的印太司令帕帕罗他甚至说要把台湾海峡变成无人机地狱的战法。但是解放军的无人机现在是能攻能守啊，除了我们刚刚说大量采购这种单向攻击无人机之外，他们的北方工业公司还推出了一套弹幕系统，说是可以透过密集的这个弹片墙呢，可以同时摧毁整群的无人机，所以一手有攻，一手有防。现在中国大陆解放军在无人机的领域上，将军觉得是不是美国都望尘莫及？我先讲一下这个星链卫星哦，到底可不可以提供我们台湾？如果说我们的这种海底电缆都断掉以后，那首先我们要知道，如果海底电缆断掉以后，对我们台湾的影响有多大？大家都知道，马祖的海底电缆曾经因为渔船被拖断过2次，那时候马祖叫得很凶。为什么？你几乎所有东西都断了。现在来讲，一切都是要靠资讯传输跟网络嘛。哈，譬如说是你的这种金融方面就一定会受到影响，你光订饭店也会受到影响。哈，几乎全部都中断。啊，那个时候马祖我们就看得出来这个伤害性有多大。那我们台湾有几条国际的海底电缆上岸的路线，其实只有4个地方，包括到这个宜兰的头城、淡水、八里，还有屏东的枋山这4个点。所以我们对这4个点是非常敏感的。那当然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如果大陆对我们实施这个灰色地带作战来讲的话，将这海底电缆切断来讲的话，那我们当然希望有星链卫星，像乌克兰一样。没错。可是星链卫星它的传输速度绝对没有海底电缆来得快。那依据这个科学上面的数据来讲，它可能星链卫星能够传输的只是海底电缆的，可能只有它的这种海底电缆是星链卫星大概是数千倍到10万倍。所以如果说这个你要靠星链卫星，大概只能说军事上面的传输，民间的金融啊，或者是旅游啦，或通讯来讲啊，大概都不能用，只能供给军方来用。但是这个星链如果说要的话，我们评估过在台湾整个上空来讲的话，你要部署将近1000到2000颗这星链卫星。那试问一下，美国这个马斯克愿不愿意？它是商用卫星嘛？那我们台湾可不可以租到这么多，在部署在台湾上空？这是第一个问题，我们要面对的哈。那第二个来讲的话，事实上这个卫星是会受到干扰的。如果说大陆来讲用这个无人机我刚刚讲的这个如果星链大概要50颗卫星那如果用无人机来讲台湾面积是36000平方公里，它每一架无人机，如果说屏蔽你的范围将近30平方公里来讲的话，它预估用1000架或者是2000架的无人机就将你的星链卫星全部屏蔽掉。到时候我们台湾面临一个就是这个完全通讯的中断，打仗靠指挥，指挥靠通讯。当你的这种电子的数据的传输全部中断，我们的战场管理系统将沦为这个废铁一般，完全没有作用。这是我们所要面对的如果那大陆有没有这个能力发展到1000到2000架的这种屏蔽式的无人机？我觉得以它现在的状况来讲的话，是轻而易举。这是第二个。第二个来讲，我们讲说它发展这个弹幕系统，就是打无人机的了
这个各位可能没有经验，我是有经验，打过对空射击。我们那时候对空射击打一个气球哈，这个你对气球来讲的话，它是固定在天上，你都打不到，都很难打。为什么？因为子弹打出去是有抛物线的，你明明瞄的是一个直线，可是子弹飞出去它是往下垂的，是一个抛物线，所以说你没办法算准那个抛物线，刚好打到某一个高度，然后它往下掉的时候刚好打到你气球，所以是非常难打的。那我想说，当过兵的都知道哈，这个你要打一架这个飞机来讲的话，就算慢速飞机或无人机，我们一定要设前置量哈，然后要全排啊，全部一起射击啊，采取对空射击，在飞机的前面啊，前置量取3个或4个前置量来打成一个弹幕。那不是用子弹去打飞机，是用让飞机来撞你的弹幕。所以它这个所谓的这种弹幕系统，就是依据这个理念。那在一架机动式的，它是用机动的，那就很厉害了，因为它可以随伴，不管是你的战车部队或步兵部队，可以随伴担任野战防空的任务，然后用8×8的轮车哈，然后带着这个上面来讲的话，可以说是这种快速炮。那快速炮它在前面当发现无人机的时候，它可以打出一个弹幕。那如果说射程可以到这个，我们一般来讲。这个步机枪弹可以射程大概短则大概3000公尺左右哈，那形成一个弹幕。当然这个弹幕打出去，它就不是只是打一架无人机。如果说是碰到蜂群式的这种无人机攻击来讲的话，它可以打一片的无人机所以说他们称之为金属弹幕哈。这个也是解放军新式对无人机的防范。当然除此之外它也有软杀的，软杀就是什么？就譬如说电磁干扰啦哈，这个或者是说这个用电磁干扰将你干扰掉，所以你会看到在俄乌战场上面对无人机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方式哈，比如说我们看到它用渔网哈，让你飞机没办法撞进来。那第二个来讲，我们也看到俄罗斯现在无人机变成这个用纤维光纤式的，就是它就不受干扰了。因为我有条线控制它，你这所有电波对它干扰不到。也看到过更奇葩的战车，我想大家都看到，那个战车装的跟乌龟一样哦，跟甚至于现在更新款的跟刺猬一样，主要目的都是在防无人机。那解放军现在来讲，如果说他用这种弹幕系统来打无人机，确实可以跟着部队一起机动，那对这种随伴在不管是战车部队或者是步兵的状况来讲的话，可以提供这个地面部队很好的一个防无人机的一个防护的装置。大陆宣布的神秘的新家伙曝光了，得是什么武器呢？等一下带观众朋友来看。另外，今天也会关心的是歼20，它带队的是隐形的僚机，再加上无人版的轰20也试飞了，震撼外界。等一下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另外等一下也会特别关心习近平针对于火箭军的整治的进度。好，赶快来看到最新消息，11月11号这一天是大陆的空军成立76周年哦。那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大陆的官方典礼比这个更震撼的事情是，他们播出了这个宣传片，叫做《梦远》，正式的发布了。不过呢，这个当中有一个亮点，就是里面出现了一句“新家伙”。这个新家伙一出来，就引爆了中国全网的高度关注。这个新家伙其实大陆官方是没有公布它的型号跟它的性能参数的，但是我们来看到一些比较具体的细节哦。官方当时在通话有说，这个威龙1号收到，已经与那个玄龙的协同，那么玄龙大家就在看说，会不会它就是这一架逆中的无人机，也就是玄龙08呢？被认为它可能就是攻击11的逆中无人机，是可以和歼20一起来协同作战的，也代表说是不是解放军空军正在加速打造，包括了有人配上无人一起协同作战的一个体系。张健老师怎么看这个？首先，新家伙是指的是谁？是攻击无人机还是其他的武器？歼20搭配的这个攻击11是中国已经抢先美国完成整个中程僚机的系统吗？面对5000年的战略文化，亦真亦假，以假是真，以真是假。所以呢，这个很多东西不到真正出来那一天，其实有很多的变数存在。但是有3句话这个确实非常重要的：第一，落后就会挨打；第二，模仿只能追赶；第三，弯道才能超车。所以你可以预期未来中国大陆很多的军备体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某某某，它有很多的概念完全是翻新的。所以呢，它有一个非常强的信念，抄袭就会被反制。所以你照着别人的瓢来画瓜，
然后你到了最后，你就发现那个理念人家已经掌握，自然就可以知道怎么反制。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完全创新，事实上已经有好多东西是完全创新，然后西方完全都没有想象到，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发展的趋势。至于呢，一句话，搞得大家心痒痒，可能到了最后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是好，目前大家都还在猜说这个武器到底是谁，是这个新家伙到底是谁。但是我们来看到一个比较具体的东西，是来自于美国的军事网站战区网的一个爆料，说正在试飞的这一架是这个巨型隐形飞翼无人机，是不是这个无人版的轰20呢？来看一下它的基本的一些小档案。现在异常说高达了42公尺，比美军最新的 B21它的突袭者战略轰炸机还要大了一整截，只小于 B2 的幽灵战略轰炸机，会不会它就是无人版的轰20呢？赖老师怎么看？这个我们还没办法证实哈，因为大陆的官方有关于这个轰20传说很多了啊，但官方从来没有证实，也没有否定。那基本上来讲，在谈到轰20，也就是说，我记得应该在去年航展的时候香港有一位记者就特别问到大陆的空军的副司令就问到说，轰20会不会在深圳的航空展会出来？然后他就说你们看看吧，这个时候给大家都感觉到说，哎呦要出来了，要出来。结果去年深圳没有出来，今年一样也还是没有出来，所以大家都在问说，那到底什么时候出来？因为轰20如果出来的话，那它是真正名副其实的这个战略武器因为它可以确保3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是你几乎无法阻挡的。那这个对于大陆来说，它的核武的数量就不需要到4-5千枚了，其实1500枚也就绰绰有余了。对，为什么？因为目前来说，我们看到的这种轰6K，因为轰6K它本身不具备有隐身的特质，可是如果是轰20的话，它一定要具备有隐身的特质。第一个，第二个，它必须要是跨洲的这种长航行的飞行，所以它的块头一定要很大，它本身的这个燃料一定要能够供应它到任何一个地方去进行这个你永远无法知道它在哪里，可是它随时可以用核弹来打击你，这是由空中来打击你地面的这个这种战略的设施，不管是战术性的打击或是战略性的打击，因为我们都知道所谓的战略性的打击就是打大城市，打大的工业区，例如说像硅谷这样的一个大的工业区，用几枚核弹就可以整个摧毁，美国就瘫了嘛，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所以你要确保能够对于美国的本土进行你美国毫无拦截能力，包括精穷做出来也都没有拦截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工具，那轰20是当之无愧的。那问题就是在于什么时候出来，而它性能会不会超过这个美国的 B2或是 B21？B21 我们基本上来讲会认为它比 B2还要差，虽然是新造出来的，但为什么？因为它是阳春版嘛，就好像我本来造一个豪华的这个跑车，结果因为我现在穷了，所以我造出一个阳春版的跑车，那叫做 B21然后我就说我 B21比 B2好，没有人相信，因为你是泡面嘛，你阳春版的，阳春版不会比原本的豪华的还要好，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所以美国怎么吹嘘，大家都知道。现在的情况是，如果轰20一出来比 B2还要好，那这个美国它基本上就会吃不住了，因为它怎么办？对，那对于中国大陆，它在核打击的战略方面，它就不可能再产生任何威慑的效果。所以我觉得大陆在这个部分里面问题不大。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您提到的攻击11，事实上我们看到的已经是攻击21了，那这也是经过也准官方证实了，而且我们也看到了在编队飞行中有这个歼16D，这是电战机，它可以扫除空中的障碍，然后有歼20它是踹门的一个空中堡垒，可是搭配的，因为这个歼20它是双人座的。所以它搭配的就是攻击11或者攻击21，它可以更深入的进行战略性的打击。我觉得这个对于大陆的空战来讲，它已经开始具备有跟美国较量的局部的优势，这个对美国压力是很大的。
是好，一方面我们看到大陆现在在展示它的这个空军上面的实力，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来看到刚刚提到了嘛，这个习近平他在整治这个火箭军，不过现在也看到说有爆出一些比较动摇基本盘的一些大事件，这是来自于外媒《纽约时报》的指出哦，他说习近平曾经把火箭军视为是2049年这种世界级军队的一个关键，但是确实可以发现的事情是在这1-2年之间，内部有深层的这个整肃跟贪腐的连环爆，动摇了这一支那个负责核武力的一个核心部队。那五角大厦也揭露说，火箭军贪腐导致地下飞弹井工程被破坏，甚至有偷工减料。那所以现在也看起来说，中国近期不是我们不断的在报道说集中发展，不管是福建舰或无人机，代表说习近平不想把战力重压只有在火箭军吗？那整肃火箭军对于解放军来说，到底是伤害还是帮助？委员又怎么解读？中国大陆解放军在海军啊、空军啊、也有陆军啊，都有很长远的发展的历史，所以它的规模在成长过程跟它组织的监督管理基本上跟得上。火箭军就不太一样，它有2炮部队所转型成功呢，就一开始预算突然间快速膨胀，任何一个团体都会有情形，就是你的组织、你的管理、你的监督系统根本就跟不上。那你一跟不上的话，有那么多的采购事项，那么多的工程事项，从火箭军的各种基地啊、地窖啦等等啦哈，还有采购啦，还有零组件啦，那个是一下子变得非常的庞大。一下子这么庞大的话，有一些这个监督单位哈，对于他们所报上来的一些工程啊，或者一些技术的需求，基本上不一定马上跟得上。通常这种监督人是要干过技术人再来做了，可是因为组织实在太快膨胀，就引起了一些上下其手的机会。这个上下其手的机会，对于北京的这个政治局来讲，他担心啊，会不会北洋舰队重演啊？买了武器，明明监督的零组件是对的，结果真的装上去了是不是正确的啊？偷工减料啊！然后这个一打开，这油料没有很充足，这种事情他们非常的担心。还有说你试射我就买了，就你试射资料到底是不是真的？所以一连串，所以说基本上北京的这个政治局还算英明啊，还算英明，他不会被这些人给糊弄了，所以不断的派人去调查，就发现一拖拉库的一些贪腐问题。那对习近平来讲他也只能什么？这个长痛啊，不如短痛先处理了再说了，先处理了，那再从其他什么海军啊、空军调人来管了那看能不能一阶段让这个监督管理系统比较成熟一点。因为像大陆的海军啊、空军啊，他们采购什么东西、一些东西，它的管理制度已经很上轨道了。可是偏偏火箭军有很多新的不得了的东西这个固态燃料换那固态燃料，为什么价钱不一样？上面的不一定搞得清楚啊，那中间就有可能出现上下其手。像我们台湾有某个石油公司啊，在做那个天然气转接站的时候，说报价95，就公司觉得怎么那么少啊？你要报多一点，你就知道这问题都出来了所以我想，习近平是很有决心要把解放军的火箭军打造出一个世界级的实力的。那有贪腐的话，实力就会大打折扣。所以即使说把这个领导阶层几乎是换了一遍换了一遍，当然刚开始指挥经验各方面不足嘛。可是你不这样子的话，你快速膨胀的组织，你的管理、你的监督、你的控制系统根本就会跟不上。福建舰成军了，我们今天要来关心到的是习近平也低调现身在南海，那么双航母列阵对决美军，再加上无人舰，开启了亚洲的海上霸权战。今天我们都会就军事消息来一起做关心，这是来自于大陆央视与中国军工的官方账号，在同日一起释出了福建舰海试的画面，还有庆典的照片，包括了可以看到习近平本人当日在三亚听取了这个海南自贸港的报
报告，也亲自出席了他的成军典礼。那么另外一头可以看到，福建舰跟山东舰同时都停泊在三亚的军港，并且在舰上都挂满了他们的旗帜来举行入列的仪式。特别我们今天要来关心到在军事武器上面的亮点，福建舰最大的亮点就是它搭载了无人舰载机的攻击21，强化航母它拥有远程攻击的能力。如果来做相比，跟攻击11做相比，这来自于大公报的最新报道哦，说这个体型尺寸是大致相同的，但是攻击21可以进行的是它拥有可折叠机翼改型，还有升降副翼一分为二，能够更灵活的进行不管是俯仰控制或者是滚转的控制。好，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张将军怎么看了福建舰？我们刚刚说了，11月5号其实在南海就已经成军了，为什么新华社的报道到现在才曝光这么的低调？如果跟美军的航母做相比，福建舰它的舰载机优势刚刚提到了嘛，是无人机之外，会不会还有其他的亮点？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中国大陆对这个媒体上面的整个掌握，它比较细腻。他比如他强调的就是事后他没有在临场，因为毕竟总书记到场，毕竟在媒体上是要做管制的，不是在哪一家媒体就是一窝蜂，没有，他主动来统一中央厨房一起来做，做完之后分给大家，你们自己去分享，自己去采用，这样的话他是为了媒体的一致性跟它的安全性，所以应该来讲是比较谨慎。我们看那中国大陆去。这些神舟系列啊，对，这个飞船啊，就我们他们叫，还有这个宇航员啊，在发射的时候，现场他不公告，返回的时候也不公告，等到他落完了，人接出来之后，让大家看，有没有到现场做采访？没有，那是事后做公告。原来中国大陆在这一方面的它的管制性跟它的整体性、它的安全性，它都有做综合的考量，所以我们在看到的这些相关的这些媒体的报道。都是感觉到出来，你好像找不出有一些蛛丝马迹的缺点。因为中国大陆在这边是媒体是非常的谨慎。我们先来看这个福建舰，是因为是第一艘的中压直流电的弹射，那这个弹射是它的，因为美国就有福特号，它是中压交流电，所以这是全世界唯一的中压直流电。那中压直流电，它现在用的这个攻击21，攻击21是攻击11的改良型。你注意看外观上啊，很像，它们两个相似度。那它就是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个无人机？将来无人机啊，这个做两件事，踹门的任务交给无人机。为什么？无人机它就是出任务去的啊，没有风险啊，没有人的风险，只有飞机的风险，没有人的风险。踹门的任务，高危险的任务交给攻击21。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中国大陆以后啊出来之后，先去踹门，踹门完毕之后啊，交给有人，你交给歼35也好，或者是歼15也好，看他今天的任务的需求来搭配，所以一定是为什么是一定无人机先出发，有人机在后面再出去，所以中国大陆以后的配套是这个样，为什么？节约人力，减少冒险，你这个是冒险，这个是有风险的，降低风险，让任务的成功率变高，所以以后这些。它将来的时候，这只是一个报道，将来会大量的在航母上用无人机。现在只是一个现在这个一个我们讲到一个端倪刚开始，那将来会大量做使用，因为现在已经在做验证了，表示将来的作战序列上，它所占的比重是增加的，而且它是折叠。为什么要折叠？折叠放得多，它以后不折叠数量有限，折叠之后几乎可以增加50%的这种。我们讲载机量，那这样子对它的打击，还有它的总体的战力，是实质上是增强的。好，福建舰这个消息最新消息正式成军，那包括刚刚讲的武器也都正式的一口气摆出来了。尤其我们今天要看到是刚刚提到的这个，不管是福建舰跟山东舰，他们同时一起现身在这个三亚港，也代表说南海会接下来是中国大陆很重视，也就是海军决战的一个主场。那所以我们就来看到接下来在中美在南海的对决，尤其又加入了其他国家的角色，菲律宾或者是这个日本、澳洲等等。我们先来看菲律宾跟中国，就在同一周菲律宾
宾的海防队的发言人跟中国的退役少将，这位是刘晓波，他们在马尼拉南海对话正面的展开一个对呛。我们看到刘晓波怎么说？他说呢，菲律宾啊，你长期以来跟美日澳军演1年多，已经有达到了500场哦，形同对中国就是一个战略的围堵。那专家也特别指出了，现在呢，美军持续的在南海这边加强它的部署，不管是画面上我们来看到几款武器哦，这个是 USX-1挑战者号或者是海神无人机的舰队，未来他们预估会跟大陆的93阅兵现身的这款无人潜舰来做交锋。怎么看？面对美菲日澳的围堵，中国接下来有这个福建舰的成军，能够为它带来多大的一个底气？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当美中无人舰队都一起投入在南海这个区块，这一场对决接下来谁比较占优势？厉将军怎么看？我先说明一下哈，这个福建舰我们一般民间的说成军哈，如果说军事上的专业名词叫做正式编入战斗序列哈。为什么就我们这个军语上面叫做战斗序列？就是说它可以正式赋予它作战任务哦，所以编入战斗序列，就是说比如说是山东舰负责封锁巴士海峡，那这个福建舰负责围堵后面的这个输入海那边哈。就正式列入战斗序列了，也就是正式可以赋予作战任务了哈。那刚刚我先解释一下，这个为什么叫做中国的 XXLUUV 哈？无人潜舰。它不是这个93阅兵不是这一架，93这一架比93阅兵还大。它为什么取这个名字，你知道吗？你知道我们通常穿衣服大号叫什么 L 号嘛？这个再更大号叫 XL 嘛，然后超大号叫什么 XXL。所以这真的，我讲的是真的，不是开玩笑，这真的是这一艘无人潜舰让美军非常害怕。它大到什么程度？不是93阅兵那艘哦，它这艘大到跟一艘有人潜舰这么大哦。大概直径这长度将近40公尺，然后这个直径周围的直径哈是跟一艘的正式潜舰正式这个有人的潜舰是一样大的直径，所以是非常大，所以他才把它编成，这是美军给它的编号叫 XXL， 就代表它是非常大。那我们知道哈，南海来讲的话，一定是未来这个所谓地缘战略一个重要的一个博弈的一个要点，除了南海之外。除了这个台海之外，重点就是南海地区。那我们这次也看到，因应福建舰成军，美国尼米兹号一直在那边，虽然说摔了2架飞机掉到海里面去，但是他还是坚持不走。为什么坚持不走？就代表他在这边刷存在感哦。因为福建舰成军，他如果离开的话，那是不是整个美军来讲就很明显的示弱？整个南海美军居然没有一艘航空母舰在这边镇守，那解放军有2艘航空母舰在这个地方，对于美军还有菲律宾这些国家来讲的话，那心理打击是很大的。所以虽然说尼米兹已经很丢脸了，可是就算在丢脸，他好歹还要在这边来刷存在感战。是从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中美在南海博弈孰强孰弱就看得出来。但是尼米兹你迟早总是要回去的，之后还有没有替补的航母战斗群到南海地区来？我觉得要打上一个问号，因为你就可能会影响其他的地方的航母的兵力部署哈。所以我觉得南海地区来讲，如果说是山东航母的部署在这边，代表南海地区的地缘战略重要，也代表中国将来南海整个的这种优势哈，一定是由中国南部战区解放军所掌握到。好，所以我们看到南海在地缘上，国际地缘的地位已经越来越重要，也成为这个中美现在可以看出来他们的武器一字排开在南海这边来做布置。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南海再往下走，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华尔街日报》揭露越南接下来会如何在中美之间来选边站呢？因为呢，越南最近5年有非常多的大动作，在南沙群岛这边疯狂的填海造岛，已经达到了21座。做了哪一些事情？我们看到它包括在这边修筑了军机跑道、人工岛，还有一些壕沟。总面积是8.9平方公里，是仅次于大陆的南海第2的造岛大国。但是奇怪的事情是，越南这样做，但是不管是中国或者是美国，其实都没有谴责的。专家也说了，主要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中越2国都是共产党，早就已经建立秘密的沟通管道了，所以在台面下，或许中国早就已经跟越南谈好一些协调的矛盾是没有的。那另外也有专家说呢，美国的角度来看，华府默许
越南这么做，就是把越南当作是一个反中的堡垒。竹子外交的越南之后会怎么在美中之间选边站？它会不会成为中美竞争的最大受益者？杨老师都怎么看？在整个南海岛礁哈，主要是集中在南沙群岛的部分。那越南大概总数将近有29个岛礁，它宣称拥有主权占领。那菲律宾呢，大概10个岛礁，中国大陆其实只有8个。那台湾呢，有一个太平岛。我们过去70年代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中业岛，但是后来很奇特的因素，结果被菲律宾给拿去。菲律宾在这个中业岛上面也开拓跑道，也可以停降一些军事用的运输机。那越南呢？其实老早过去几年，很多的消息，大陆这边的报道以及东南亚的新闻的报道，也都显现出来，他们在很多的岛礁上也在做军事化的设施。只不过是美国跟国际媒体似乎好像都视而无见，都只看到中国大陆在这边少数大概7个在做这个填海造陆的一些军事化的设施。其实越南所做的，在面积而言，在整个总数而言呢，不会比中国大陆少。你看，他说在21个岛礁上面进行大规模的填海，做军事化的设施、机场跑道，而中国大陆其实加起来也只不过就是7个而已。因此，这样子的一个差别的待遇，是因为大陆这边所做的军事化的设施比较更为完整、这个先进，还是说美国对于越南如刚才世民所讲的，是有别的想法吗？希望他能够牵制中国大陆吗？第一点，我觉得大家了解在南海行为准则的一个原则之下，其实各自国家所占领的岛礁，虽然各方都不承认，宣称所有拥有主权，可是对对方所占领的岛礁都不会去主动的挑衅，跟那菲律宾不一样的。你看他在黄岩岛跟仁爱礁。那第二点就是在整个这个填海造陆，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不只是说是为军事。它是为能源，也是为了巩固在这个岛屿的占领跟主权的行为上面，那这个能源，尤其是在西沙群岛延伸下来到了南沙的部分的时候呢，其实这里面中越两国大概都有这方面的这个考虑。那尤其是他们在最近的一些调查的时候呢，发现到南沙群岛拥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水冰，也就是甲烷冰，那这些都是叫做液化天然气的一种。因此，我是觉得美国这一次透过 CSIS 这个等于是跟国防部关系密切的一个智库，同时也透过《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它一方面可能是大概希望把越南逼出来，让你在议题上面可能跟中国大陆有所冲突；另外一方面，是不是也对他过去的所谓的自由航行的作为，在接下来你刚刚看到福建舰已经正式入列，而且它就是军港就在三亚。那当然，在整个南海跟西太平洋就变成3航母的情况之下，美国还愿意这么积极、频繁的在南海中国的诸岛去做所谓的自由航行的这种挑衅吗？他是不是也在准备一种下车的行为？我们就要看接下来他的这个动作了。现在呢，我们来看到大陆的军工科技的最高成就，就是大陆向世界展现他们的未来无人机的一个项目。就在上周，我们要来赶快看到的是一架翼展呢，这边说高达42公尺，而且这个外形类似于轰炸机的超大型逆中无人机，这一款叫做 GJX 出现。在这个首度的试飞了，而且是完成了试飞。我们来看到它的小档案它的翼展其实已经逼近了美军 B-21逆中轰炸机。外媒说呢，这就是无人机版本的轰20啊。再来持续看说，刚刚说了嘛，这个外形像 B-21，但是我们也来看到它的细节，雷达反射面积是更低的，而且涂装也变得更为先进。现在看起来，它疑似具备 AI 战场决策跟远端攻击的能力，也就是说，它接下来可以展现3个重要的功能：隐形、智能跟远打的功能吗？厉害的地方跟战略用途是哪里？干哥怎么看？其实我说一句实在话，当这个新闻发布的时候，这叫 GJX 逆中无人机，它不是无人机 ，OK， 它是超大型的无人载具，好吗？翼展42公尺，等于你常常搭的波音737客机，有这么大的无人机吗？你到机场去，你今天去飞澎湖马公，或者你要到很近的香港的话，你可能会搭波音737，它就跟737一样大。然而这架飞机不是轰炸机，
请问它要做什么用途？我们背脊的那个汗毛都竖起来了，为什么？这是很可怕的东西。这一架无人机，它如果真正能够投入实际作战的系统里面去的话，那它背后的资源要有多少？它的中央电脑怎么样控制它？它的驾驶员要经过什么样的训练？因为它是无人机，它可能在这个新疆的沙漠里面控制它，就像你所看到的，所有在中东执行任务的，都是在美国的兰利基地里面，或者是在维吉尼亚的基地里面去操控无人机。这么大的无人机要怎么样远端操控？但是它不可能只是一个样机或样本给大家看，它可以远距操控，它可以进行侦查，它有必要的时候可以发动攻击。可是它的弹仓会跟 B-21一样大的话，那是40吨的炸弹。我想到这边我就觉得这个不是寻常的事情，不正常。从你今年初开始看到了歼36，就已经不正常了。再看到歼50，那更不正常。为什么？因为那个飞机你要拿到，因为到现在我没有拿到模型，我拿到模型改天会秀在各位观众眼前。那个歼36跟歼50的机身之巨大，它已经到了轰炸机的边缘了。所以我今天要讲的结论重点是什么？就这个 GJX 这个逆中无人机，它如果真的能够像 B-21的那种功能的话，那或者是说类似与轰20搭配的那种无人机的话，那我今天真的要讲说，大陆的科技已经到了另外一种你不可想象的地步。对，只要歼36跟歼50，它在3年之内能够真正的，就说不要说服役了，真正的到我们的，就说我们的视角之内的话，那就代表说大陆不仅仅是在无人机领域里面的突破，而且它在远端操控以及电子控制以及武器投射方面，它都有很大的超越跟进步，它才有办法制造这么大的无人机，而且这已经不是我们在科幻小说里面所看到的，也就是说不是在网友在那边讨论的这样的东西。所以我是真的很觉得在这方面，因为大陆无人机市场的成功，造成它在这方面科技的特别的领先地位。美国你是真正要去理解到说，发动下一场战争的时候，你所看到的，尤其我们刚才看到还有076两栖攻击舰，对，076两栖攻击舰，它将来不一定是载着有人飞机，而是像 GJX 这种或是攻击11这种飞机的时候，下一场战争的面貌绝对颠覆你现在的想象。所以五角大厦它其实比我们还要紧张。好，这是来自于解放军的大型无人载具，这是第一款。第二个我们刚刚提到了嘛，要看到2个武器。第二个则是攻击11，现在呢也确定它是可以进行实战的部署了。几个它重要的功能，我们先来看哦，能够长程制空，且具有逆踪的特性，可以挂载这种精准的弹药、反辐射飞弹等等，具有隐形功能，还有攻击的能力，是可以直接穿透敌方的空网的防空网的。面对敌方这些高价值目标，可以做非常精准的点穴式的打击。它现在目前呢是把它部署在西藏的日喀则机场。为什么会在这里？等一下我们请来宾来做解读。这个地方是在高原地带，也贴近印度的方向，同时辐射整个南亚地区。我们要请这个大使来帮我们看到它的作战的意图，还有它的整个战力又是如何？它的战力应该是现有的哈，它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这个无人机里面啊，战力最强的。第一个，它是属于隐身无人攻击机，它有隐身性。那你要知道，这个隐身战机是属于第5代战机啊。那用这个无人机也进入隐身的话，对，那等于说第5代无人机啊，对。而且它是喷射引擎的，很多无人机它是装的是那个螺旋桨，对，它可以在滞空时间40小时，可是它的速度比较慢。不要慢，有的时候每小时能够跑到400公里的，算是很不错的。我看啊，可是这一款它的时速可以到达0.8马赫，甚至再往上面一点，然后又隐身，
然后呢，它的体型也比较大，它的翼展有14公尺，然后它的整个的吨位大概在10吨左右，10吨左右，所以是一个大型的无人机了。以现在这个在这个军武界拥有，它是一个大型的，所以算是中国大陆一个非常重要的航空空战的利剑。是它基本上它也不是要跟什么飞机去缠斗，它同时可以做什么？可以做就是说歼20跟歼16的中程僚机，可以搭配打这个立体化作战。然后呢，它基本上它的载弹量也是够的。那它可以在这种所谓的这种航空就是说非航空炸弹。那么它可以载3到4枚，还有就是说地对空、空对地的攻击性的武器，它都可以。另外，它的电子侦察能力也很强。所以这款武器对中国大陆来讲，不要说中国，在全世界那个无人机里面，它最先进一层。那为什么放到印度？也就是说，防备印度在这个喜马拉雅山中印边界上不断的在那边自己幻想还可以跟中国军队进行抗衡。我一部署就是跟你印度差距10年到20年的武器放在这边，叫你印度你在那边叫嚣什么？对不对？然后呢，现在事实上我记得前一阵子好像也是歼35也进到这个西藏的相关的这个空军基地了嘛。所以就用最先进的武器，让印度人打消他对中印冲突的一种幻想。那让你知道这个差距有多大。那真正要打起来的时候，说实话这个隐形战机到你上空了，打完了，搞不好你印度人还不知道。所以就变成就是说，用武器先进的武器来叫印度人乖一点吧。好，这款逆中的这个无人机它是整个威胁到南亚地区，但是其实呢，它如果再装在不管是它，因为它可以装在076或者是福建号的航母上面，其实它又可以威胁到了另外一个地区，包括了南海跟整个台海。等一下我们请舰长来带我们看，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除了有逆中功能，第二个很关键的原因是它有这个折叠机翼铰链设计，可以帮助它灵活起降，是为了上舰。那刚刚舰就指的是076或者是福建号航母等等，就可以增加它的整体的打击半径，瞬间拉长，对台海、南海的基地还有这个敌方在这边的整个舰队造成威胁。舰长怎么看？首先，你看一个飞机如果它的翅膀会折第一个它的结构会复杂，这个故障率会高，然后价格也会高，那都是这个缺点。你为什么要叫它折？就是为了放在船上。所以当你发现它折叠的时候，它就是为了上舰，这是一个。第二个，这个攻击11也好，GJX 这个飞机也好，这些都叫做大型的逆中无人机。这个在全世界现在都在这个展开研发。好比说，俄国的猎人、土耳其的恩卡3、美国的 XQ58、澳洲的 MQ28都在做，没有一个服勤。现在这4架全部都还在实验阶段，但是攻击11呢，它在2012年原型机就出来了，2019年建国70周年的时候，它就已经出现在阅兵队伍里面。它现在确定它已经服役，而且已经在低量生产。到底它量产多少，没有人知道，但是它已经在服役。所以中国这方面是最进步的。至于你说它这个目的是什么，是不是为了改变什么南海？其实没有。我跟你讲，它的差异在哪里我们今天航母一样可以弹射歼35，那多大，人在上面，对不对？它一样是逆中的，而且跑起来速度多快。那你这个呢，好像又小了很多。那为什么？你要知道，它飞机都有一个叫空重，还有一个叫最多起飞的重量，就这2个差异，就是它的油跟弹，你知道吧？像歼35还有加上人的重量，我们的攻击11的差距是17吨左右。然后那个歼35差距也是17吨左右，就他们2个能够载的油跟弹的总量是一样的。换言之，它的打击力是差不多，但是它这个小多了，简单多了。攻击11的造价我去估了一下，大概是歼35的1/4。就发现它攻击上面哇少这么多，而且它因为是飞翼设计，我本身也轻，是不是我同样的流装上去的时候，我可以飞很远？它大概比它多大概50%的，我可以飞更远。2个这个完毕之后，
这已经让人觉得你还不需要人。像刚大使你知道，到那个高原那里去，你叫我去高原我就没办法飞，因为我有高山症。很多人在平地是有高山症的，到那去飞，但是他的那个不需要人。最后一个就是6代机，6代机的时候是一个5代机控制2个中层僚机，现在全世界做到这个的只有中国，因为它出现了攻击失忆，这2个配合到一个歼35就是。